曹小树。正是。以前我说过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我的手上。今日你倒自己来了。你以为你是致命境的修行者，就能独闯我燕国王宫吗？再厉害的修行者，都不可能以一敌众。楚明，你在唐国当质子的时候，应该听说过春风亭雨夜的故事。我曹小树以一敌众的故事，你应该听得不少。对，春风亭你是很威，但那是有宁缺相助，最后还有神符师颜色出手。此地，你孤掌难鸣。那又怎么样？那就死。杀了他！唐人的血不能白流，一个唐人也不能白死。我很高兴，行将就木之年，还能见证我燕国能大败唐国的这一天。我这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天。你错了，唐人没有败。唐国最强大的重甲玄骑，他们所有人都死在了燕国。你还说没有败？这恐怕是唐国1000年以来最惨烈的失败了吧？你也别忘了，还有一个唐人站在你的面前。李浑元，你竟敢如此对待前朝元老？难道你不知金大人是父王的先臣吗？他擅闯宫禁，还辱骂这是昏君，我当然该杀了他。
徐中山，臣在。速速命人护送金大人回府。遵旨。华山院，你把他放了！传旨，曾静和王大学士即刻恢复原职，上朝议事。末将领命。到底你是唐王还是朕？我这么做就是让你还能做一个好唐王。魏城被西陵联军围困数月，城内早已断粮。将军，何事啊？三皇子他登基了。母后为何不喝？母后不饿，你快喝吧。这什么肉啊，这么酸？这是马肉。我们为何要吃马肉？因为城中的粮草已经所剩不多了。马肉不好吃，我不想吃了。小六子，吃马肉不是为了享受，而是为了生存。可是儿臣肚子里实在是难受，吃不下这马肉。你随我来。小六子，你都看见了吧？母后，他们都怎么了？是生病了吗？他们不是生病了，他们是饿死了。这些好二郎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，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喝水。这些死去的将士，或是有伤在身，或是得了重病，最终他们都选择绝粮而死，为的就是把所剩不多的粮食留给他们的兄弟。小六子，你一定要记住了，无论多么艰难，
你都要顽强地活下去。你的父王曾经说过，你才是唐国的希望。若是不能好好活着，便辜负了这些死去的将士。儿臣明白了。不要哭，把眼泪收回去。王后娘娘，臣有事通报。小六子，你先进去。马将军，快快请起。是不是都城有消息了？果然不出所料，三王子已经登基了。鱼儿果真是敢作敢为，这一点和他的父王很像。篡改遗诏，乃大逆不道之罪。先王在天之灵，何以安息啊？如此一来，如何回都城？何时回都城？便要从长计议了。王后娘娘，臣以为，若是不能保证安全的话，还是暂时不要回都城，以免引来杀身之祸。可是粮草已尽，微臣也不宜久留。臣再去想想办法。陛下，唐国最黑暗的时候来了。掌教大人，成津一战，唐国东北部军几乎全军覆没。现在，夫子登天，唐王驾崩，燕国首战告捷，唐国受此重创。我认为眼下是伐唐的最好时机。裁决司、天娱院以为如何？掌教大人，我认为此刻不是伐唐的最好时机。为何？夫子逆天是他个人的意志，以此附会于唐国，多少也有些牵强。况且，父子在世间久负盛名，支持他的人也不在少数。至于成津一战，乃是燕唐两国之间的恩怨，恐难激起世间诸国的斗志，怎可让诸国联合出兵伐唐？那唐王李仲义包庇魔宗圣女，算理由。魔宗圣女是谁？唐国，一个不信光明的国家。他们不仅保护民女，甚至他们的皇后也是魔宗圣女。他们必将给这世间带来巨大的灾祸。这样的国家不配存活。诸位，难道你们还有什么异议吗？
举世伐唐，迎接光明。光明不灭，正道永存。你们大和国国君与墨池院王书圣已昭告天下，要与西陵一起伐唐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唐国现已是举世之敌，大和国不过是认清形势罢了。我来是想要劝告你，你现在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。唐国千年基业，掌教想要伐唐没有那么容易，我已经看到他的惨败景象了。起来，跟我走。快请。启禀公主殿下，这是西陵掌教大人写给您的亲笔信。
使，你给我站住！王爷，有什么事吗？什么事儿？我记得你亲自向我保证过，西陵神殿绝不会举兵伐唐。确有此事啊。那神殿的诰书呢？你怎么解释？我又不是掌教大人，我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？行了，说的都轻巧。如果唐国都没了，我还怎么做唐王？唐王，你已是李家的罪人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亲王李佩炎暗中勾结西陵神殿，妄图弑君夺位。李家的列祖列宗若是知道王爷如此大逆不道，想必会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。卑鄙无耻！王爷息怒，你要是把我惹急了，我就把你和西陵神殿的秘密公之于众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啊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有，这么做的话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哎！我是光明的信徒，我只奉行掌教的旨意，别无他求。原来你是西陵神殿的人，我知道了。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能会登上王位的。要不这样吧，只要你助我登上王位，成了唐王，我愿意向西陵神殿称臣纳贡。唐国都要没了，还要唐王干嘛？何律师，你把我害得好惨！我告诉你，王位是我的。大唐也必然是我的。如果你帮不了我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就凭你，还有这把断掉的天子之剑。你难道忘了吗？夫子早就说过，这是一把无用的剑。亲王殿下，可是你呢？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折磨自己。不是我啊，是你自己啊。
是罪人，就怪我自己。我是个罪人，我是李家的罪人，我是唐国的罪人，我是罪人，我李佩言就是个罪人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唐国的罪人。王爷，许崇山，我问你，我是不是罪人？是不是？王爷，你累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唐国的罪人。我是罪人，我是罪人，我是罪人，我是罪人。金帐王庭的主力骑兵已经南下伐唐，隆庆率领的燕国和金帐王庭联军也已经对唐国的东北部发起进攻。大战将起，唐国覆灭指日可待。隆庆，不错。金帐王庭的草原骑兵有了他这个军师，还真是事半功倍。成京之战后，燕军趁机入侵大唐东北边境，镇北军空虚，七城寨接连惨遭攻破，土阳城危如累卵。金帐王庭骑兵也趁势攻入大唐，大唐北部接连战火，民不聊生。金帐王庭骑兵继续南下，兵锋直至都城。这样，这该如何？这次别行啊！镇北军，停止向土阳城方向进行，马上撤回，与北大营形成犄角之势，在清河郡外布下2道防线。还有都城的羽林军，共计5000兵士，把他们全部调往北疆。是。殿下，卑职以为如此安排并不妥当。有何不妥？殿下的安排没有任何私心，但会导致都城守备空虚。如果镇北军不去支援土阳城，那么燕军的骑兵便可长驱直入，危及都城的安全。燕军并不可怕，只凭我大唐广阔的疆土，还有各地方郡守的地方军队，便足以让他们疲弊不堪。燕军根本影响不了大局。那些强悍的草原骑兵和他们狡猾的军师隆庆，才是我大唐真正的威胁。遵公主殿下命。
启禀公主殿下，朝小树求见。朝小树，他来做什么？快起！是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草民朝小树拜见公主殿下。你一直不肯见本宫，为何今日又主动上门？当年陛下留我，我就必走他乡。因为你不愿做这池子里的鱼，即便这池子很大。那今日又是何事惊动了朝二叔？因为我大唐危在旦夕。今日我来，是想请2道圣旨。圣旨？你想干什么？1道圣旨给鱼龙帮，如果都城被西陵奸细挑弄混乱，帮中兄弟方便出面替陛下平乱。幸而，都城还有萧齐营。不过眼下，我唐国最危急的，不是都城，而是我大唐边境。殿下，所以我要向你请第2道圣旨，请授我临时之权，统辖萧齐营上下。我要带着萧齐营离开。你要带萧齐营离开？你我都清楚，大唐如今所有的军力，都要用来抵抗金帐王庭和西陵北上的大军。如今东北边军已然覆灭，朝廷没有任何军队去抵挡燕国大军。东荒的草原骑兵不足为惧，就算让他们进入唐境，他们也影响不了大局。但大唐东部的子民会被杀害，会被掳掠，会被活活烧死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放纵那些草原骑兵入侵，只要他们抢劫的越厉害，烧杀的越厉害，他们的行动就会越迟缓。他们就会像贪心的狗熊，最后累得不行。如此，便无法威胁到都城和我唐国最繁荣富庶的地方。你的想法没有错，但大唐不只是都城，那些老弱妇孺也是唐民，那些田野村庄、破落小城，亦是大唐的。所以，你要带着萧齐营去东方。如果先王还在世，他应该早就这么做了。哪怕你明知道萧齐营根本无法改变东疆的局势，你也有可能因此送命吗？至少要让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知道，大唐没有忘记他们。好，圣旨随后送到府上。多谢殿下，草民告退。朝二叔，唐国的子民会记得你。
恁怎来？又发啥疯嘞？恁才发疯了呢！俺就是出趟远门。出远门？你当我不知道你去哪儿嘞？你出远门？恁知道你还说俺？东边出了点事儿，俺就过去看看。看你看得明白吗？那是战场，会死人嘞！死人算个球！那燕国打俺唐国，那俺能坐视不管吗？管你管得明白吗你？啊，你就是个种地的。胡弄！俺是个军人。儿媳，儿媳，你把俺爹叫来了，你个败家娘们儿，你这，那个老孙儿，哎，爹，这么大的事儿，给我招呼一下，你敢跑啊？哎，爹，儿子不孝，恁就让俺去吧。谁说不让恁去了？爹是想让恁带爹一块儿去。哎，你说啥呢？爹，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恁都86了。放屁！才70。俺说的是虚岁嘛。你别给我来虚了！不跟他生气啊！不跟他生气啊！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以前，爹在战场上啥阵势没见过。你还记得不？你小时候，爹咋教你嘞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你还是让我去吧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跟俺爹说说，这咱不中。爹，你看，您这大岁数了，去了万一出点啥事咋整啊？是啊。要不，儿媳，还是你替爹去吧。爹，我看中，俺走了。哎呀，俺走了。既然说的话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这以后要是国家有难了，咱得上，就跟你爹、跟你爷一样，啊！走，回去吧。爹，媳妇儿，保重了。俺走了。朝廷已经调回了镇北军，镇南军和征西军都已收到军令，不日即将北上，共同抵抗金帐王庭的起兵。殿下，来自南方的威胁也不可小觑啊。西陵神殿筹谋多年，定将联合南晋大军自南而来，想要挡住他们，必须依靠大泽上的水师和清河郡驻法。清河郡有10万州军，联合诸伐，共计3万庄军。只要他们能与水师诸部紧密配合，便不难将西陵来敌与南晋联军挡在大泽以南。你们有何疑虑，但说无妨。殿下，卑职担心的还是清河郡。虽说诸法已经臣服多年，但外面一直有传言，说清河郡试图拖。
安危，主动回来，殿下莫怪。我自然不会怪的。有了镇国大将军坐镇都城，无论军心还是民心，都会更稳固一些。殿下放心，大将军一定能如期抵达都城。陛下驾到！陛下，您怎么来了？你退下！我只问你，还有没有办法联系到西陵神殿的人？陛下，现在挽回怕是已经晚了。神殿已经发出了告书，双方已经撕破脸了。那赶紧想办法。如果联系不上西陵神殿，那就派人赶过去通知许氏将军，告诉他西陵神殿准备在路上对他进行伏击。陛下想让这件事情曝光，就算让军方知道，这曾经试图与敌人联手诛杀镇国大将军，这也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挽回来。朕本以为不过是隆庆带着草原骑兵扰边，哪里想到最终竟变成举事伐唐。只要保住王位，便要保住大将军，你马上去办。恕臣直言，此时挽回怕是已经晚了。陛下不要忘了，正是陛下您的一道密旨，把许氏送上了不归路。陛下晚安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清河郡叛变了。西陵在清河郡的帮助下，于萧山设伏。许氏大将军身中埋伏。许氏大将军没事吧？现在正是唐国需要他的时候，赶紧让他回来。许氏大将军遭人迫害，已葬身埋伏中。清河军竟也反了！殿下，前方可有新战报传来？西陵神殿和南晋联军已经到达了清河郡，镇西军正在和岳龙国大军在葱岭交战，尚无战报。书院在做什么？我大唐养书院1000年，现在帝国危殆，他们还不肯出手，为什么？
我觉得吧。围城9日，我们一共进行了6次突袭，每一次都是那大祭司用妖法阻止。他们也不主动进攻，看样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城中啊。城中的粮草已经濒临枯竭，我们要尽快突围出去。王后，微臣的意思是，我们应该早点下决心了。经由山缺，折向东荒，然后再绕行燕北。只要我们能够顺利的回到都城，不至于活活的被困死在这里啊！金帐王庭既然敢对我们下手，他的主力兵技势必已经南下入侵大唐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都城的安全。如果不出我所料，大唐正在面临举世伐唐的局面。那我们就更应该攻打燕北啊！东荒不太平，
绕行燕北需要太长时间，进攻燕国，我们也阻止不了别的敌人的脚步。我们要尽快把镇北军带回去，因为唐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支部队。王后所言极是啊，只是目前这种状况，金帐王庭那个祭司，是我们无法逾越的屏障啊！无法逾越。小六子，母后，前方可有捷报？你最近一直在勤练剑法，是不是想上战场杀敌了？是的，儿臣想和大唐的将士们并肩作战，驱逐外敌。身先士卒，敢为表率，这一点跟你的父王很像。母后，儿臣一直很想念父王，日日夜夜都在想念。父王在天上看着你呢，你一定要做一个好君王，这样才不会辜负父王对你的期待。儿臣谨遵教诲，莫不敢忘。王后，这是您要的盔甲，先放进去吧。是。母后，要盔甲做什么？圣明的君王，不但要会武功，还要会文治。小六子，你记住了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一定要读圣贤书。儿臣明白。快去读书吧。儿臣告退。陛下的国土，夏天一定静心守护。马将军，请务必守住城门。王后，
就他一个人。弓箭手。